为什么此刻必须出发？因为世界不等待任何人。我是冒险雷探长，用最大的决心去定制最远大的目标，然后拆解成微小的、可执行的任务。第一步，最难的部分已然跨越。下一步，去迎接不期而至的挑战。向前的每一步，没有白走的路。以开放的心态向这个世界学习，无数微小的发现，终将累积成崭新的观念。一个人只拥有已知的生活是不够的，他还应当拥有未知的远方。冒险的意义不只在于抵达，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出发。探索的路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恒久动力，驰骋天地。雷探长这一次呢，要前往康定去见我一位多年的好朋友，他是一位康巴汉子。康巴汉子呢，主要生活在川西，茶马古道呢就是他们开辟的。他们把这个南亚这些货物呢运到内地，同时呢又把这个四川雅江的一些砖茶呀又往南亚去运，所以打通了这条通往南亚的茶马古道，同时又把川藏线的这个经济带动起来。让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们的相貌特别英俊啊，普遍呢这个康巴汉子都留着这个长头发，身高呢都在1.80米以上。那么他们到底是什么样子呢？那么跟着我去看看吧。呀，探长，扎西德勒，格登你好，非常感谢，欢迎来到我的家乡，探长。太棒了，太棒了！这都是你养的牛吗？对，我也是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探长来到我的家乡。哎，探长，那咱们一会儿去咱们家里坐一会儿。去你家？对啊。哎呦，太好了！为了欢迎我们尊贵的客人，咱们的雷探长来到咱们的家乡，我呢也是召唤了我身边所有的兄弟姐妹，今天欢聚一起，一起开心，一起快乐。将来的篱笆，真情啊，马拉根。谢谢。你们这帐篷就是那个牦牛的帐篷，对，牦牛的毛啊，哇，里面很漂亮。行，我们找地方坐一下啊。毛做的帐篷，它真能够避雨的啊。对哦，我所以说你家也是这个非遗传承人了，穿的是非遗，然后用的是非遗，那都是非遗其实。你们酥油茶也好喝，好喝吧？你要不要感受一下这个酥油茶是怎么制作的一个过程？好呀，我带你体验一下。好呀。这个就是最早的，就是说制作那个酥油茶的那个啊，我们会把那个酥油、糌粑，然后茶放在这里面，然后就这样。最早的酥油呢也是要发酵几天以后，就把那个牛奶倒到这个里面，也是这样打。牛奶做的啊，哇，觉得他们这边全是他做的啊。来对。亲爱的，就像山里的雪莲花。哎呦，你们家的人太热情了，是吧？既送吃的，还要送这个碗。哎呀，对，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个当做一个纪念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意义。哎，雷探长，这里呢就是贡嘎雪山了，真漂亮。哎，格登为什么叫贡嘎呢？贡嘎雪山呢是横断山西大雪山的一个主峰。贡在这个藏语当中的意思呢就是冰雪，也是山峰。然后呢，嘎呢是白色的意思。总的来可以说是白色的冰山。贡嘎雪山主峰的海拔差不多在7500左右，也是可以说是我们四川最高的一个山峰，所以说呢也是被称之为蜀山之王。我感觉我的家乡就像一幅美丽的画卷一样。
下秋日无在你，嘎森大瓦下松。你有一个花的名字，美丽姑娘卓玛拉。你有一个花的笑容，美丽姑娘卓玛拉。你像一只自由的小鸟，歌唱在那草原上。你像整天飞舞的彩蝶，闪烁在那花丛中。时间也过得很快，都没有好好的玩下。我在这里等着下次雷探长再次过来玩。下次我一定要再学骑牦牛，到那遥远的地方体验生活。给老师喽！拜拜了，探长。再见了，再见。再见了。铁当当拉杆马上为顶着，铁灯沙拉地最上为顶着拉手。哇，先生，你也喜欢户外旅行哎，您是吴尊？你好，你好。哦，你好。我今天在这边当1天的经理。哎，对，我呢是一个环球旅行博主，所以说我到世界各地呢去采风，去发现一些未解之谜、奇闻异事。画得很好。这是我画的，就是我们这边的南天桥上的著名的这个观音峰。哇，就像一个观音在拜佛。哇，好棒，好棒。对啊，我也非常喜欢旅行，跟你一样。是吗？对，非常爱。对。那平时您最喜欢去什么地方呀？我都去，我都是带家人，然后像户外旅行我也很喜欢，常常也会在我社交媒体分享，拍视频记录下来。是，其实真的带着孩子啊去出行，去见见世面，去看看一些大好的河山，真的非常棒。然后也是一个最佳建立感情的时刻。哎，是的。希尔顿109酒店这边附近哦，有20多个景点，你去过吗？对，我今天已经打卡了有3、4个了。哇！尤其到这个南天桥那个地方，如果走上去，对健身还特别好。哦，对了，因为旅游有时候吃太多美食也要动一下，对不对？对，主要是这个台州这边的美食太多了。对，然后这边还可以漂流。对，有一些博物馆啊，小朋友来还有水上世界，哇，很棒啊！我很喜欢带他们去他们没去过的地方因为我觉得旅游嘛，就是要让他们有机会多看这个世界。对，然后当然我们选的地方都是针对小朋友也会有兴趣的。对，因为我觉得旅游是每个人的事，不是我的事，是我们一家的事，所以你要去安排整个行程，就是要顾虑到每个人的感受。哎，还真是这样子。看来我觉得您带孩子出去玩还挺有经验的。哦，很有经验，对，因为我们很喜欢旅游嘛。对，那我小朋友也很喜欢。那我觉得创造很棒的回忆的一个机会吧。哎，吴老师，你看我刚才画的这个观音峰。对啊，非常棒哎。是吧？要不然您在这签个字儿。啊，没问题。好，来做个留念。对。好，好，来，谢谢。让我们拍张照吧。好啊。此刻雷探长呢，千里迢迢的来到了山西晋城的玉皇庙。这个晋城玉皇庙呢，它呢始建于这个北宋时期，在这个庙里面呢，塑造了300多尊几乎囊括了所有道教里面的神话人物，山西道教艺术的塑像博物馆。那么在这个门口，我们还看到了东方星空文化研究中心，因为呢里面还是这个黑神话悟空28星宿重要的一个取景地。在这个西方国家呢，有这个12星座这个概念，其实这个28星宿就是中国人发明的这个星座的一个古代的概念。古代人呢，他夜观星象呢，发现这个恒星呢，它是有它普遍规律的，于是呢就把这个恒星呢分为了28个星群，就是28星宿。7个为一组，分别呢把它呢对应这个东南西北，然后呢各自呢又呼应着这个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么一个古典的概念。直到这个唐初的时候呢，五行家袁天罡呢，他结合这个金木水火土以及大自然间的这些动物呢，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呢，这就有了我们现在这28星宿的这么一个雕像。其实这些雕像呢，
据说都是元代的一些雕像家呢，不知名的一些雕像家呢留下来的作品。现在呢，雷县长来到了这个玉皇殿。玉皇殿呢，它里面的这些彩塑呢，都是在这个北宋时期塑造的，里面呢拥有这个51尊。要知道，其实能够保存到现在这么完好，真的是不容易。这些都是古代的一些人民他为了祈雨用的，所以说呢，心诚则灵，所以他们把这些雕像也都刻画的栩栩如生。这些帝王将相的这些造型呢，也成为了我们古装电视剧里面的一些原型。我们这个86版的《西游记》里面的玉皇大帝呢，就是采用的这尊雕像，而这个给他演员造的型。离开晋城，我们来到临汾习县的小西天，这里宁静而神秘，可以感受到宗教与艺术的完美融合。小西天呢，位于这个山西省临汾习县的凤凰山之上，它原名叫做千佛庵。这个小西天呢，可以说是一个具有文化遗产般的一个古寺。这个凤凰山的这个寺院呢，形态由一艘大船的这么一个形态构成，所以说呢，它寓意是这个慈航普渡普度众生。它这个寺院呢，分为这个前院、中院和上院3个院，寓意就是这3界。在这个大雄宝殿内，我们看到很多的悬塑，这些悬塑可谓是中国悬塑之绝唱。因为呢，这个悬塑呢始于唐代，但是呢保留下来的一般都是明清时代的。可是呢，尽管这么多的悬塑呢，有4%呢都保留在这169.5平方米的这么一个大雄宝殿内，非常的珍贵。所以每一个悬塑呢，都是文化的遗产，民族的精华。我们看到这些景观呢，都是来自西天佛国世界的一些美好的一些幻景。但是现在会这个悬塑的匠人可是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看一些悬塑。我们的旅程将在大同云冈石窟画上完美的句号。这里的每一尊佛像都有自己的故事，等待着我们去聆听、去感悟。其实这个石窟呢，就代表着这个佛国世界的3界。它一方面呢，对这个世界是有种平衡和稳定作用的，但是另一方面呢，它也会对人呢，每个人有它的束缚。所以呢，孙悟空呢，他要面对的就是要打破这个3界，去突出重围，去冒险，去挑战。都说这个云冈石窟呢，它充满了湖风湖韵，异域风情。那么从哪体现呢？雷队长特别发现在这个洞窟上呢，有这个3尊菩萨呢，在这边在诵经。那么他们这个菩萨呢，是双腿交脚而坐的。可以说呢，这个双腿交脚呢，是典型的来自南亚的一种异域风情。因为在那些地区呢，很多的人的生活中呢，都会坐在这个树荫下的一个高台上在那边去聊天。现在呢，雷队长来到了这个云冈石窟的第12窟。这个窟呢，可以说充满了音乐的气息。为什么呢？因为呢，上上下下全部雕满了各种祭乐天，也就是说天堂上的仙女。这些仙女呢，手持着各种来自西域的乐器，有什么呢？有这个笛子，有箫，还有这个来自印度的双面鼓，还有就是琵琶。其实琵琶呢，它本来是源自于中东的乌德琴，它往西边走的时候就变成了吉他，变成鲁特琴，但是往东方过来的时候就变成了琵琶，它是用梨形乐器。这边有2个骆驼这2个骆驼呢，它们是单峰驼。在中国的新疆呀，或者是西北地区，骆驼是双峰驼，但是只有在这个中亚和西亚呢，还有这个中东地区呢，这个骆驼都是单峰驼。由此可见呢，这些来自西域的使者呢，他们一定是沿着这个丝绸之路呢，从这个北非或者是这个西亚，然后呢中亚呢一路呢来到了这个大同的。可以说这些供养的人呢，他们应该是名副其实的这个当时丝绸之路上的外国使节。旅行不仅是欣赏沿途的风景，而是通过感知去认识这个世界，去尝试所有挑战，用心记录下生活的点滴，去拥抱更好的自己。
山西的美丽与魅力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就像悟空的冒险从未停止，我对世界的探索也将继续。现在雷店长呢已经开了有3个多小时了，准备要挑战300多公里的无人区沙漠。此刻呢，雷店长来到了额济纳胡杨林，大家看，树叶泛黄，秋意盎然，仿佛行走在童话世界里一样。大家看呢，我身后呢，这个遗址呢就是著名的黑水城。黑水城呢是这个在公元1038年到1227年呢，古老的西夏王朝呢所在这个中国西北部呢设立的一个边关要塞。可是呢，它还有一段非常伤感的历史啊。在这个1908年的时候呢，俄国沙皇呢有一位探险家叫做科兹洛夫，他早就听说呢，在这个黑水城呢有这个一些宝藏，于是呢他就沿这个北丝路。蒙古高原呢，一路就来到了额济纳旗，直到有一天呢，电闪雷鸣啊，他身边的一座西夏时代的佛塔给倒塌了，就是我旁边这个辉煌舍利塔。结果从这个佛塔里面蹦出了很多的这个佛教的造像，还有这个西夏的文书，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着这个黑水城文物来缅怀这段历史吧。宁夏，一方充满魅力的神奇土地，行至黄河畔，黄河奔腾汹涌。磅礴的气势令人震撼，羊皮筏子作为黄河文化的璀璨瑰宝，乘坐其上，能深刻感受到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欣赏到黄河两岸如画的美景。哇，辽阔的这个黄河啊，黄河呢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啊，它发源于这个青海，它呢流经了很多的城市，但是呢，唯独在宁夏这地方拐了一个弯儿。所以说呢，人们常说天下黄河赴宁夏就是这么来的。雷亮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羊皮筏子吧。它古代的时候呢叫做排子，也叫做这个革船。羊呢给它宰了剥下来，为了让它防水呢，里面呢还要灌一些香油油脂呢把整个这个羊皮的革呢给它渗透一下，这样它就能够更好的防水。要人呢对着这个一头呢去吹，把这几个羊皮呢大概5个一组呢。3组呢并排搬在一起，就成了我们现在这个矩阵，上面再铺上这个木条结实的竹竿之类的，这样子呢就有一个平面了。这就是羊皮筏子，这个硬度还挺硬的，就像那个鼓一样。整个摆渡的这种能力很强，浮力很大。聆听着船夫讲述的黄河故事，古老文化得以传承。愿宁夏黄河永远奔腾不息，文化永远传承发扬，让更多的人能够领略到它的迷人魅力。这个石油小镇呢，现在你别看它呢充满了残垣断壁，在它这个50、60年代的时候呢，却是非常的繁荣啊。当时的这个居民呢，达到了10几万人。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1983年的一天夜里，是遭到了不明物种的袭击。这就是2015年呢，陆川导演执导的9层妖塔。就是在这个石油小镇拍摄的，走，跟我去看看。博罗传景的历史就像它名字来源一样扑朔迷离，置身在这座失落的城镇，堪比迷失外太空。电影《火星救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大家试想一下，有一天呢，如果我们人类呢困到了火星上，会发生怎么样的一个现象？雷队长也许真的要在这个火星上要发出求救信号了啊！火星探长呼叫地球总部，火星探长呼叫地球总部。
然后呢，在这个地球总部的火星营地呢，就接收到了我的信号。那么这个火星营地将设在什么地方呢？大家请看，就在这里啊。So I'd like to know where you got the notion. Said I'd like to know where you got the notion. So I'd like to know where you got the notion. Said I'd like to know where you got the notion. Rock the boat, don't rock the boat, baby. Rock the boat, don't tip the boat over. Rock the boat, don't rock. 当尘土飞扬的沙地里留下我最后的脚印，我就要离开火星。下一站是毁灭还是重生，亦是天堂。在这里，空灵如时光停滞。这里是荒漠汪洋中的雅丹魔鬼城，是世界探险家的伊甸园，也是世界唯一一处水上雅丹。历经3日，行驶2000公里后，我终于深入洪崖腹地核心区。这个洪崖呢，它是由这个红砂岩构成，所以说呢，上面有很多斑驳的红颜色，被这个水一冲呢，还冲出了一条河沟，而且这个河沟上面有很多小石子儿。一会儿呢，雷探长呢就要登上这个洪崖的顶峰，去赴一场奢野大餐，跟我走。金沙碧水红石，狂野惊悚温馨。一路走来，不同色彩、不同维度的深色光影冲击着我的感官。当很多人问我，你的冒险之旅究竟为了什么？我觉得做这些有意义的事情，不仅会照亮别人的路途，更会让自己奔赴一场充满冒险的约会。